Hello，兄弟们，我是有风最近还好吗？接下来的2个小时里，有风会手把手教你从零开始一步一步建立属于你自己的 WordPress 博客网站无论你想创建旅游博客网站，或者说美食博客，或者说财经博客网站的话，还是其他任何类型的一个博客这个教程的话都非常的适合你。首先，我们的博客会设计的非常的简单明了。在顶部的话，我们会放上我们的 logo， 放上我们的一个导航栏。在主页上，我们会显示我们的一个 slogan， 我们的一些标题，我们的一些图片，还会显示我们的一个邮件注册列表，来收集我们的一个邮件信息。还会在主页上显示重要的一些文章。左边的话是显示我们的一个博客的文章，右边的边栏的话会有比如说搜索关于我们，还有一些社交媒体的链接。这里呢也会加上一个我们订阅的一个邮件列表，还会显示一些最新的文章等等。有风还会教你制作一个简单的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还有一个联系的页面。拉到底部的话，我们会在博客的底部设计一个 logo， 右边的话我们也会设计一个邮件订阅列表，还会放上我们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这个博客的话，有风还会特别设计一下，让它适应我们的不管是平板电脑还是我们的手机端，因为我们现在手机端的流量也非常大了，手机端的优化的话也会非常的重要。全部的话使用免费的工具来建立和运行我们这个博客，我们唯一的成本就需要一个我们网站托管的一个主机的一个服务。稍后的话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找到一个比较稳定、经济又安全的一个主机。我们用到的程序的话是 WordPress。WordPress 的话，它是全世界使用最多的一个网站程序，也是最好用的一个网站程序。下一步的话，我们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主机提供商，因为我们需要租用服务器租用主机来存储我们的网站的文件比如说图片文字信息，我们会把这些信息存储到我们的一个主机上面。这样的话，大家的话就可以轻松来访问你的网站。今天我们又要用到的一个虚拟主机叫做 Hostinger。这个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一起来看一下。这个网站的话，你的默认打开它是英文没有关系，你点击这个英语，你这里可以选择一下中文，它支持的语言非常多，我们直接点击中文就可以了。它支付方式的话也是支持我们国内的支付宝。现在网站已经变成一个中文的界面，选择右上角这个建站助手，23块钱1个月，30天以内都可以无条件的退，记这个享受优惠。点击一下增加到购物车。如果你单买1个月的话，就是99块钱1个月；那买1年的话，就是34块钱1个月；然后买24个月的话，也就是2年的话，就是27一个月。那如果你买4年的话，就是23一个月。买4年的话，到时候续费是在54；买2年的话，到时候续费价格是在62；那买1年的话，到时候就是到期以后1年的续费是69。那如果你确定你这个品牌、你这个网站要长久的做下去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买4年，也就是48个月。那另外的话还要赠送你2个月，这个就比较划算。那如果你是一个新品牌或者是一个新网站，你不确定未来你要做多久，那有风建议大家可以选择这个是1年买1年，免费赠送你1年的域名使用权。那有风今天就以这个12个月的为例，来为大家演示购买一下。的话可以填入你的一个 Gmail 邮箱，也可以直接用你的 Gmail 登录一下。好，我把我的邮箱填到这边来。下面的付款方式的话，它支持的就非常友好了。Visa 信用卡、支付宝，还有银联、PayPal。好，我们这里点这个按钮继续，这里正在跳转到支付宝。好，这个时候你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来扫码支付一下。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邮箱的话，你看也收到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邮箱验证。我们点击一下邮箱，去验证一下邮箱地址。第一次进来的话，它叫你设置一个密码。这个密码呢，需要大小写，需要数字，需要一个字符，需要一个符号，比如问号感叹号井号这些都可以。点击确认，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开始。这个网站为谁创建你这里可以选一下，也可以不选，直接点下面跳过也可以。谁在创建这个网站，直接点跳过。
这里它叫你选择你是要创建一个新的网站，或者说迁移你之前的一个网站。比如说你之前已经有网站，你要从其他的一个服务器里面迁到 Hostingo 来，也是没有问题的。我们这里可以选择跳过等一下我们创建一个新的空白网站，选择最下面算了。最下面来到一个域名的选择，你选择第一个的话就可以申请一个免费的域名，因为刚才有方说了，如果你买它1年的一个主机服务的话，它会赠送你1年的一个服务。那第二个的话就是你可以买一个，第三个你可以用你之前有的域名的话，你直接可以用之前的域名。那么选择这个申请一个免费的域名。这里的话输入你想要的一个域名，因为既然你买了1年的一个主机服务，它会赠送你域名，我们不要白不要，是不是？最后面的后缀的话，我建议大家最好都有.com 的这个域名输入你想要的一个域名搜索一下，他说我这个域名已经被占用了比如说我这个 Wendy 有风再来试一下这个可以没有问题我就用这个吧。好，这里点击继续，你选择一个域名的一个详情，他问你域名是选择一个地区，是个人用还是公司用都可以，我们选个人吧，选第一个。好，点击下一步。这里的话需要填你的一些联系方式，如果你看不懂的话，我们可以把上面语言换成一个中文简体，点击这个，点击完成注册，点击完成，这个可以进入我们的一个主机的服务后台。好，现在我们来到 Hostingo 的后台，然后我们域名还需要验证一下，我们点击域名，点击我们刚才这个域名的名字，点一下它，显示你的域名正在等待验证。我们需要去我们的邮箱里面去看一下，你可以看到我的邮箱里面没有收到这个你们收件箱你可以看一下你的一个垃圾邮件里面我这个它跑到我这个垃圾邮箱里面来了，我们点一下它，直接复制一下这个链接，新窗口里面打开一下，这里显示你的邮箱已经验证完成。好，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它这里检查状态。现在已经电子邮件验证成功。在这上面的话，我们可以把语言的话改成中文。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把 WordPress 安装在我们的 Hostingo 这个服务器上面。那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点击网站，我们这里点击创建或者迁移网站，点一下这个。这里点击现在开始，这里选择创建一个新的网站选择这个。这里选择用 WordPress 进行一个搭建。那 Hostingo 的话，它还有 AI 建站的一个助手。有风之前也出过一期教程，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链接的话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今天用 WordPress 从头到尾教大家怎么样来搭建一个网站。我们选择这个。这个时候需要填入我们的 WordPress 登录的一些信息。语言的话，如果中文的话，建议大家选中文。这里是管理员的一个邮箱。密码它有下面这些要求大家按照它下面的要求进行设置就可以了。我们点击继续，它会问你是否把这些插件安装到你的 WordPress 插件里面。那我们现在不需要，我们这里点击跳过我自己管理插件然后叫你选择一个模板，我们暂时不需要。那我们可以先这里跳过我不需要模板，然后跳到这里可以选择一个域名。因为如果我们买1年 Hostingo 的一个服务器的话，它会赠送我们的一个域名可以直接选择这个。其他地方购买有域名的话，你可以选择这个，然后把它绑定过来，继续选择。这里的话，选择你的服务器的位置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笔。Hostingo 的话，全球提供了这几个服务器，大家可以选择。那你选服务器的话，最好选离你近一点的。离你访客近一点的，比如说我们在中国，那么就选择一个亚洲那我选的是亚洲点击一个改变。接下来的话点击完成。这个时候我们什么都不用做，就等 Hostingo 安装这个 WordPress 到我们的网站里面。这里下面显示了一个进度92%。那如果你发现你的界面是英文的话，你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选成中文，5星红旗这个标志。现在的话 WordPress 的话已经安装到我们的服务器里面了。那我们可以编辑一下它。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一个 W， 大家看到没？这上面有个 W， 就是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一下。
好，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了。然后我们打开我们的网站来看一下，这就是它默认安装好的一个模板插件。等一下我们会把它全部删除，有风会从头到尾来教你怎么样来布局里面的一些设计。WordPress 的后台的话，怎么进入呢？非常简单，我们这里打一个斜杠，然后后面打出 WP-ADMIN 就是这个，好，按一下回车。这个就是我们后台的一个地址。那你输入进去，如果你没有登录的，它会要求你登录一下，把刚才的登录信息填进去就可以了。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从 Hostinger 进入我们的一个后台。在 Hostinger 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管理网站，同样的话可以进入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管理后台。如果你是在其他地方买的服务器的话，方法都是一样的。好，如果它显示说找不到页面没有关系，你直接点击这个 W， 点一下它同样的话可以进入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这个后台的地址的话，有风建议大家把它放在你的收藏夹里面。我们在地址栏这里拖动一下，拖到下面来，这样的话 WordPress 后的话就已经收藏进来。我们点一下它，它就可以直接进入我们这个后台。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个地方有点乱，我们需要我们的后台看起来比较干净清爽。我们点击这个显示选项，那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些的话全部勾给去掉。好，下面的话所有的信息都已经消失了。接下来的话，我们点开这个文章，里面的话它默认有一篇文章，那我们不需要，那我们先把它删除。我们把它勾选上，然后点击这里，然后点击移动至回收站，然后点击应用，然后我们再到回收站点一下它，也全勾上，然后点击清空回收站，然后我们再点击我们的页面。页面的话，它默认也有一些设置好的，我们也不需要。那我们也同样的像刚才一样勾选它，还有移动回收站，还有应用。同时的话，在回收站里面再点一下，再把它勾选一下，清空一下回收站。接下来来到我们的外观，然后点击主题，它里面的话默认安装了几个主题。这些主题你不需要的话，都可以先把它给删除掉，因为如果你留在你 WordPress 里面的话，它会占用你的空间。如果文件太多的话，还会拖慢你的速度。有风建议大家把它删掉。那怎么删呢？我们把不要的一些主题点一下它，然后点击删除，然后点击 OK。然后这个主题我们也不需要，那我们也同样点一下它，然后点击删除，点击 OK。现在的话就是还有一个主题，这个主题的话就删除不了了。等一下我们来安装一下我们需要的主题以后，再来把这个主题给删除掉。好，然后的话我们来点击这个插件，还有点击这个已安装的插件。WordPress 的安装的时候，它会默认帮我们装一些插件进来。我们不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勾选上。下面这个话我们先留下，我们先把 Hostinger 这个插件给禁用掉，也就是左上角这个，因为我们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尽量的保持我们 WordPress 的一个干净清爽，把所有不要的东西全部的给禁用删除掉。这样的话，对我们的网站速度或者说我们后台的一个安全都是非常好的一个帮助。我们直接点击禁用。禁用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删除，点击 OK。这样的话 ，Hostinger 的这个插件也被删除掉。然后这里我们留下了这个东西叫做缓存插件当我们网站做好以后的话，等一下我们会把它打开暂时的话，我们先把它禁用打开的好处的话，就是它可以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访问速度。现在暂时我们先把它禁用掉。接下来我们点击设置，点击常规。这个地方的站点标题的话，你可以改成你网站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我叫有风。好，这个名字的话就是你的品牌名字或者说你网站的一个标题。写这个标题非常有技巧，因为它牵涉到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优化涉及的知识点比较多。前期的话我们就先简单一点，先把我们的网站名字先写进来，后面的话我们再慢慢优化。下面这些东西的话暂时都先不用管它直接点击一个保存更改。然后的话我们再点击这个设置，下面有一个讨论，我们把这个也关掉，就是允许他人在新文章发表评论。前期的话我们先把这个关掉，
啊，不然的话，网站里面会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些垃圾评论。后续的话，当我们网站正常运行以后啊，通过一些安全设置以后，我们再把它打开。那前期的话，我建议大家先把它关掉，勾掉以后的话，然后下面的话同样点击一个保存更改。然后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固定链接，一下这个固定链接。啊，固定链接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打开一个网站给大家看一下啊，比如说这个网站。它的网址的话就是这个它的分类，然后的话就是它的一个标题，就是它这篇文章的一个标题。那这样的话，那不管是 SEO 或者说访客在访问我们这网站的时候，那看起来的话都非常一目了然。那我们也可以像这样设置。那怎么样设置呢？那首先我们点一下文件名，那大家看到这里就有一个文件名了。那我们再点一下自定义结构，那我们把后面这个斜杠给删掉啊，这样就可以了啊。然后的话，保存更改就可以啊。现在的话，我们可以预览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大概的一个样式。你把你的鼠标放到你的左上角，这里可以点一下啊，查看站点啊，这个就是我们网站。那目前来说的话是这个样。那等一下我们会全部对它进行一个更改。那在主页以后，我们怎么进入我们的后台呢？很简单，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W， 那就可以进入后台，或者说我们这里输入我们刚才的网址，打个斜杠，来选择这个 WP-ADMIN， 那同样的话可以进入我们的后台。那我们现在用的主题的话不是很好用，那接下来我们来安装一个新的主题，那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模板。那模板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外观，然后这里点击主题，我们点一下它，然后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增加新主题。然后这里的话，有风建议大家前期新手的话，安装这个插件叫做 OCEAN， 还有 WP， 那就是这个黄色的这个，因为这个模板的话，它包含的功能非常的多，自定义起来也比较方便。有风建议大家可以安装这个，直接在这里搜索就可以找得到它。啊，直接点击安装。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模板也没有关系。WordPress 里面的话，它有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模板。比如说你喜欢这个，你可以点击这个预览，点一下这个按钮，你可以预览一下效果。啊，这个就是它安装到你的电脑上后的一个大概效果。然后的话，点击这个叉，直接可以关掉。它里面的模板太多了，你可以根据你的行业进行选择。今天有风演示的话，大家可以先跟着有风，那一起来安装这个插件。搜索以后，我们也可以先预览啊，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安装。那主题安装好以后的话，那我们就点击这个启用。这个时候，这个主题的话已经应用到我们网站里面了。然后的话，我们需要删除我们不需要的一些，就是之前的这个模板，直接点击把它删除。然后的话，现在只剩下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模板了。这里的话，我们点一下这里启动自动更新，那点一下它。如果以后这个网站有更新的话，它就会自动更新到最新的一个版本。那现在我们可以在我们的首页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安装好的一个效果。这个时候我们这个里面什么都没有，没有关系。等一下的话，有风就会手把手教你来做一个像这样图文并茂的一个网站。那就是这样一个图文并茂的一个网站。大家不要着急，跟着有风的步骤，那你很快也会做出像这样比较专业的一个网站。然后的话，我们来到这个插件，我们点一下插件。那 WordPress 里面的插件，它就像我们的手机 APP。那我们手机可能功能比较单一，但是我们可以在我们手机里面装上不同的一些 APP 来提高我们手机的一个强大的功能。那这个插件的话，原理一样。因为 WordPress 的话，它是全世界使用的人最多的一个建站平台，那它里面包含的插件的话，种类也非常非常的多。增加插件的方法的话，也非常的简单。那我们直接点击左上角这个增加新的插件。然后我们这里的话，建议大家刚开始的时候搜索一下这个插件 Elementor 也就是它。这个 Elementor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WordPress 插件。它的安装人数的话，大家可以看到超过500万个网站都安装了这个插件。这个插件它的功能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强大。等一下有风就会手把手教你怎么样来使用这个插件。接下来我们点击立即安装。
安装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启用。好，这个时候它跳转到这个地方啊，没有关系，我们点击这个叉把它关掉。好，这个时候这个插件已经装好了。然后我们还需要再装一个插件，我们同样点击这个插件，然后这里有个增加新插件。那我们把这个上面不要的可以先关掉。这次我们来装什么插件呢？我们来搜索这个 OCEAN， 然后这里再输入 EXTRA。那这两个插件的话，它是搭配到配合使用，配合起来使用的话，它的功能的话会更强。大家也要把这个给装上来。那同样的话，点击这个立即安装。因为我们刚才安装的主题的话，就是 OCEN 这个主题。那这个 OCEN Extra 的话，就是基于我们刚才安装的主题它的一个插件，所以我们一定要给装上。然后装好以后的话，直接点击启用。好，这上面的话不要的呢，我们可以点那个叉把它关掉。这个缓存的话，我们现在暂时不需要，我们可以先把它禁用。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蓝色的底，有蓝色的底的话，说明这个插件已经安装并启用了。接下来我们需要点击右边这个启用自动更新。那我们把这个的话全部给它打开。也就是它以后如果它这个插件有什么 bug 有什么问题的话它更新以后我们系统的话就自动更新了，这可以提高我们网站的一个安全性。如果你在这里没有看到这个自动更新也没有关系，你点击这个显示选项这里有个自动更新，那你把它勾上就可以看得到了。好，我们的网站的话基础设置已经好了但是我们里面缺少一些文章。那有风的话之前已经做了一个大概的一个网站，那我把我这个网站的数据的话已经导出来了。网站的数据导出来，我放在我的 Google 的一个网盘里面了大家可以来下载一下。这个下载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兄弟们可以打开链接，把这个先下载下来。那打开这个链接以后的话，你可以点击右边这个下载下载到你的电脑上。这里点击仍然下载保存到你的电脑上面。这个是有风之前做好网站的一些数据，那里面有包含一些文章。等一下有风演示的时候，可以跟着有风的步骤一步一步来操作起来，就更方便。那当你把这个东西下载到你的电脑上以后，你可以点击这个工具，工具里面有个导入，我们点一下。导入的话，这里有个 WordPress 这个东西，那我们点击立即安装，把它安装到你的网站里面来这里已经安装好了，我们点击这个运行导入器，然后我们这里点击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下载好的这个数据的话导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来。选好以后的话，我们这里点击上传文件并导入，然后这里的话选择分配给我们这个网站这个地方的话就是你自己的一个域名。这里点击勾选这个下载并导入文件附件，点击一个提交。好，这个时候数据就导入到我们的网站里面了。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接下来我们点击文章你可以看到我们网站的一些数据的话全部导进来了，那就是我们这个网站的一些数据。接下来有风会教你进一步怎么样设置一下这些文章。当然你自己写文章也没有问题，你直接点击左上角这个写文章同样的话可以自己写。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打开我们这个文章比如说我们点击一下它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文章的话它没有图片，非常的单一，那我们需要上传一些图片。那上传图片的方式的话也非常简单，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设置一个特色图片，然后我们点击这个上传文件，然后点击选择文件，然后把我们这个图片的话给全部上传进来。那有风这些图片的话，全部都是用 AI 生成的所以说你们在使用的时候会出现版权的一些问题。我是用这个 Midjourney 生成的，因为 Midjourney 的话，它目前来说应该是市面上应该最好的 AI 图片生成工具。有风之前也出过相关的一些教程，我会把链接的话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如果对 AI 生成图片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点开来看一下。图片全部已经上传进来了，然后你可以随便选择一张图片。这些图片的话，有风也会放在我这个 Google 网盘里面，那链接的话也是同样放在下面，那你们可以直接去下载下来，来跟着有风一起实操。如果你自己有图片，那你也可以上传图片，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因为这个只是一个演示，那你只要知道整个流程就可以了。我们随便选一张吧，然后点击这里设置一个特色图片。这样的话，我们
这篇文章的话，它就有了一个特色图片，那全部上传进来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更新。同样，我们现在先回到后台，我们把后面的几篇文章的话，全部的话都加上一个特色的图片。我们可以按住键盘上的 Ctrl 键，点一下这个标题，让它在新窗口中进行一个打开。这个和刚才一样，我们点击一个设置图片，然后再选一张。分类这里的话，你可以随便勾选一下，设好以后点击更新，同样下一个，每一个都这样。这个时候我们来我们的首页，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我们可以点击这里，这鼠标放在这个上面，然后点击这个查看站点。我们可以看到，然后我们的网站里面的话，已经有文章了，还有漂亮的一个图片，看起来的话已经有一点点感觉了。然后的话，我们继续来进行设置，同样我们点击这个 W， 先回到我们的后台。现在做网站的话，生成文章也非常简单。那如果你懂得使用 AI， 比如 ChatGPT， 那我们可以用 ChatGPT 的话来帮我们写文章标题。那比如说我这里写了一个，给提示我准备做一个博客关于世界美食的，帮我写6个标题。这样 GPT 的话就直接把我这个标题呢给写好了。如果你觉得这个标题不行，那你还可以叫它再多写一些。比如说我这里再来10个，这里又帮我写好了10个。还可以，比如说帮你翻译成英文都没有问题。标题有了，我们还可以叫它帮我们写出对应的一个文章。那我下面比如说我给它提示请根据以下主题帮我写一个博客文章。这个就是我上面的一个标题。GPT 的话很快也帮我这个文章给写好了。有风的话里面的用到所有的这些文章都是用 AI 生成的。那图片的话也是用 Midjourney 生成的。兴趣的话对 GPT对 AI 感兴趣的话，有风也有相关的教程，链接的话有风也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首页的话，感觉还是比较的初级，那我们现在需要进一步来设置一下。我们首先的话需要一个我们首页的一个页面，那首页的页面我们怎么做呢？我们点击这边这里有个页面，我们点一下它，这里上面的话我们可以增加一个页面。这里的话，标题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改成一个，比如说这就是首页右上角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圈，那这里这个2个圈，它就是页面设置和样式。我们点击第一个一般，点一下它。这下面的话，还有内容布局的话，100%的一个，我们选择这个100%这个。后面这个间距的话，我们点击这个禁用。那大家的话跟着有风一步一步操作就可以了。那你先熟悉一下整个流程，那后面的话你再来具体研究。那下面的话，那我们再点到这个 title 标题来点一下它这个地方我们点击这个禁用，那也把它禁用掉。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个发布，点击发布，可以来预览一下效果，点击这个查看页面。这个时候的话可以看到我们这个首页，那这就是我们首页现在什么东西内容都没有，像我们会往里面慢慢加东西进来。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网站上有2个首页，还有一个斜杠。那我们把这个后面给删掉，这个网址才是我们首页的一个地址。那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那马上有风来教大家。那我们点击这个 W 先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这个时候我们点击这个设置设置的话，我们选择这个阅读。阅读的话，我们这里你可以看到这里一个静态的页面。那你的主页显示，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可以设置我们主页显示什么内容。我们需要选择比如说一个静态的页面这里主页显示这个首页，就是我们刚才制作好的这个页面。那我们点击下面这个保存更改，我们再导这个页面。现在我们会看到这个首页它已经被定义为我们的一个首页了，后面也有2个首页，说明首页已经设置成功。现在再到我们的一个查看站点，我们再来看一下可以看到现在后面就没有，后面这个网址就对了，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做的一个首页。那好，先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我们点进这个页面，我们点一下它，顶部的话我们选择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们点一下它。那现在的话，我们来设置布局一下我们整个首页。那有风的话说的话都比较细致，如果你是新手小白的话，那希望你也可以跟上有风的一个步骤。那如果你在看的过程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先暂停视频，给有风留言。那有风看到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沟通交流一下。
这个的话就是我们首页的一个布局。接下来我们来布局一下我们整个首页。我们点击增加新的容器。这里的话我们可以选择你的结构。有风这里的话建议大家刚开始的话选择这个两栏这个结构，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看到左边一个右边一个框。等一下我们会往里面增加内容。我们可以点击这9个点往下面拉，我们可以把这个标题的话给拖进来。这个时候的话就来到我们的一个内容创作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要做一个美食的博客，我们需要一个博客的 slogan， 需要一个博客的一个简介。你如果不会写的话，建议大家可以交给 GPT 来写。打开 GPT 以后，我给它提示语是这样的：我准备做一个世界美食的博客，帮我想一个 slogan 及一个副标题。等一下想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可以粘贴过来。我们先让它帮我想一个 slogan 来看一下，这就是它帮我想的口号，或者说是这个。我们可以复制一个。如果你不满意上面的话，可以再叫它帮你写一个，再写一个。比如说我的 slogan 就是这个吃遍天下，用一口味道留下每个城市的印记。我把这个直接左边这里我们可以把它直接粘贴进来。Ctrl加V， 好，这已经粘贴进来了。这个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更改，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笔，这里有个样式，我们可以这里设置一下它的一个颜色。现在的话我们不单独更改这个颜色，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进行一个全局的设置。设置一些比如说我们标题的一个整体的一个颜色。这样的话我们整个网站看起来不管是颜色或者字体的话就比较的统一。那么可以点击这3个杠，这里点击一个站点设置。这里有个全局颜色，我们点一下它。我们现在来配置我们网站的一个颜色。网站的颜色，如果你不是专业的设计师，你可能搭配出来的颜色的话，可能不是很协调。有风这里推荐一个网站给大家，我们可以用这个网站来进行一个颜色的搭配。链接的话，有风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兄弟们可以直接打开这个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我们进入网站以后，我们点击这个按钮，进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配色网站。这个网站右上角这里有个生成，它可以帮我们配非常非常多的一个颜色，而且这里面的颜色都是一些比较主流流行的颜色。你可以一直点这个按钮，可以进行一个更换，颜色太多了，随便选。这个时候我们要用到的一个功能是左边这个这里有个网站，我们点一下它，我们选择比如说这个1、2、3。这里有3种，它里面比如说这个就是它预设好的一些网站的配色，你可以点开来看一下。它配色方案非常非常多。第一个的话，第3个颜色配色方案就太多了。第2个的话颜色就稍微只有3、4个。作为新手的话，我建议大家颜色不需要用的太多。我们就选择第1个差不多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我们来选择一种你比较喜欢的一种颜色搭配。有风今天做的是一个美食网站，美食网站的话，我希望可能有一点带这种红色，可能会更有食欲一些。我可以选一下这个按钮，点击一下，每点击一下它它就会更改一种颜色。我觉得这个颜色感觉还不错，我可以再看一下。这个也可以，我们选一个颜色稍微浅一点的吧，不要太深。我觉得这个颜色都可以的话，我们就选用这个颜色吧。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点一下它，这里可以 copy 一下我们这个颜色的代码，我们复制一下它。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颜色。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点一下它，把我们刚才复制的代码粘贴进来。下面的话主要、次要我们都用同一个颜色，颜色不要用的太多不然的话就有点花了。这里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一个颜色，我们点击增加颜色。这里名字的话我们可以改一下，这里我们可以改一下颜色名字，比如说背景颜色1。我们把我们的颜色复制过来，比如说我们把这个颜色的话给复制过来。我们用第1个颜色比较浅的一个颜色，点一下它，我们点击 copy 一下，复制它颜色，点击在上面把我们的自定颜色加进来。我们再增加一个颜色，叫做背景颜色2。这次的话，我们就直接用一种纯白的颜色，可以拉到最左上角这里，这就是一个纯白的颜色，就是 FF。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左下角这个更新一定要点一下更新。如果你不点更新的话，我们设置的你刷新以后就什么都没有了，白搞等一下接下来
对我们的字体的话，可以进行一个全局的设置。我点击这个返回，这里可以设置一下。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刚才本来是蓝色的，那现在的话，它变成一个我们刚才设置的一个有点黑色的这种感觉了。那我们接下来设置一下我们全局的一个字体，点一下它。那字体的话，我建议大家也不要用的太复杂了，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字体。那我们点击这个按钮，那这里面的话有非常多的字体你可以选。那你选的时候，你可以大概这边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效果。那比如说我用这个谷歌下面的这个字体 ABEE 这个字体，那我第二个字体的话，我也用这个字体。那我把它字体的话都稍微统一一下 ABE， 直接可以搜索 ABEE。第三个的话，我也设置成这个 ABEE。摘要的话，我也设置成这个。我们同样的话，点击这个更新，那我们可以点击返回，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叉，先把它给关掉。那这时候我们可以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看到样式，我们点一下样式，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颜色的话，我们点一下，它已经变成我们刚才设置好的这个颜色了，也就是我们刚才这个网站这个颜色了。但是作为我们的一个 slogan 的话，可能这个字体有点小，没关系，我们可以把它调大一点。我们点一下这个笔，同样的话点击这个样式，我们点击排版旁边这里有一支笔，我们点一下它，那我们可以拖动这个字体，把它稍微变大一点。那我们可以设置到一个不要太大了，40左右吧，40左右应该比较合适。35，我看一下35，30多也可以。那我们点击内容。可以在后面呢打一个句号，看一下这样排的话，我们可以打一个句号。间距的话有点挨得太近了，我们还是可以把它间距调一下。点击样式，点击排版，点击这个笔，还有下面有一个行高，就这个，我把它间距的话稍微拉开一点点。好，设置好的话，我们点一下更新，我们点击内容，我们点击内容，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话。WordPress 的话，它多了一个这个用 AI 编辑。在用 AI 编辑的话，它是 Elementor， 那它里面带的一个 AI 功能。这个功能的话，你需要先注册一个 Elementor 一个账号才可以使用。那这里的话，我们先不做演示，因为它后面涉及的内容非常多。接下来我们的主标题的话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下面的一些内容。我们点击一下这9个点。机械往下面拖，这里有个文本编辑器，把它拖进来拖到这里，看到这个紫色的出现的时候，我们点放，这个文本的话它就被放进来了。我们来把副标题的话给加进来，因为我刚才用 GPT 的话已经帮我生成好了，我可以把它复制过来，粘贴到左边来，这个时候它就被粘贴到这里来。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带太短的话，我们可以叫 GPT， 比如说写长一点。这个有点长，我叫它再精简一些。好，把它复制过来 ，Ctrl 加 C， 粘贴到这里来。好，这样的话感觉会好一点。我们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字体大小啦，等等这些都可以改。我们点击这下笔，同样点击这个样式。样式的话，点击排版这边有个笔，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把它稍微拖一下，这样的话应该差不多了。间距的话，行高的话，这里我们也可以拖动一下，更改一下。这样也差不多了。我们还需要在下面增加一个邮件列表。邮件列表的话，真的非常的重要。只要有访客进入了你的网站，他如果愿意留下他的邮箱号，这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这邮箱的话，你后面的话可以对他做很多的一个营销活动。在国外的话，营销界流行着这样一句话。如果你有几千上万个邮箱号，那等于说你有一个自动印钞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邮件列表的话，收集邮件列表的表单一定要加进来。那怎么加呢？同样我们是点击这9个点，往下面拖，你拉到最底部，这里有个 WordPress， 这边有一个mail 邮件，我们点一下，同样把它拖进来。那我们可以删除掉它一些不需要的一些内容。比如说把 title 给删掉，标题删掉，这个文本给删掉，把这个的话也给删掉，对，同意协议这个也删掉，只留下了这个，比如说你的邮箱，还有这个提交，那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名字，比如说我改成你常用的邮箱，这里的话点击勾的话就改成一个提交。那等一下在最后的时候，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
把收集的邮箱呢提交到我们的邮件服务器里面，还没有它的功能还没有启用，在最后有风会教大家怎么样启用这样的一个功能。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这个整个网站的一个间距，那我们可以点击这个高级功能，这里的话有个布局，那它间距的话包含一个外距、内距。那这个什么意思呢？有风给大家看一张图。那我们在 Google 里面搜索一下，比如说这个边距和间距，来看一下，点一下这张图。边距的话就是距离我们的整个网页边上的一个距离，那这个应该大家都非常容易理解。这个时候我们来设一下我们这个外距，我们首先点一下这个按钮，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让你点住鼠标左键不动，你可以看到邮箱的它就会离我们现在需要把我们的邮箱的话离我们上面的话稍微近一点点，因为刚才的话离得有点远，因为刚才这个位置，我们点一下鼠标左键，或者你按住不动，它就会一直往上面走现在距离应该差不多了。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会点击一下这个更新按钮，大家一定要点击一下这个更新，那不然的话你做了白做。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提交这个按钮，它的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改，因为我们刚才网站的主色调里面那没有这个蓝色我不希望我的网站那颜色比较多，那我们怎么样能更改它的颜色呢？也非常简单。那我们打开我们的网页，我先复制一下网址，然后在新窗口打开。那我们现在更改一下提交按钮它后面这个蓝色，把它颜色改一下，改成我们这个红色吧。那我们点击这里有个自定义，我们点一下它。第一次打开的话，它这里可能速度要稍微慢一下，那大家稍微等一下。我们点击这个一般选项点击这个一般样式，回到我们这个网站，我们把这个颜色的话代码复制一下点击 copy 它的一下代码。这里主颜色的话，我们更改一下把我们刚才复制的颜色的话粘贴到上面来 ，Ctrl 加 V， 好，主颜色更改一下。这个选体颜色的话，那我们也改一下，稍微比主颜色的话稍微浅那么一点点。那我们也可以选择先把我们这个颜色，把我们的这个颜色给粘贴进来，我们稍微往下面拉一下，比主颜色的话稍微浅那么一点点。链接的下面这个颜色，那我们也稍微改一下。那我们还是回到这个页面，这个颜色我们来改一下。我们回到这个页面，点击一下它用这个第二个颜色再回来，我们把链接的这个颜色改一下 ，Ctrl 加 V 粘贴进来。然后这个颜色选体的颜色，我们改成这个颜色，第三个带红的这个颜色 ，copy 一下它，同样把它粘贴进来。那差不多这里就设置好了。设置好以后，一定要点击右上角这个按钮，一定要点击左上这个发布按钮。那我们把后面这串都给删掉，只留下我们的网址来看一下效果。大家可以看到，好，现在这个颜色的话，已经改成我们的主颜色了，因为我们整个网站只用这3种颜色。我们现在回到我们这个 Elementor 编辑器，那我们也在这个页面刷新一下。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按钮现在颜色已经变了。那我们这个邮件列表的话，那等一下有风会详细教大家怎么样连接到我们的一个邮件系统，那以便我们后续进行一个邮件营销。这边的话，我们现在需要增加一张图片，因为这个页面看起来有点单调。怎么增加图片？我们同样点击这个9个点，然后我们点击往下面拉到这里有个图像就在这个地方，图像拖到这边来。那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图片。那图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免费的素材网站可以找得到，那也可以通过 AI 来生成。通过 AI 生成的话就是 Midjourney。Midjourney 的话有风生成了。那通过 AI 来生成的话，我们可以选择 Midjourney。Midjourney 它是目前市面上 AI 图片生成工具，我觉得应该是最好用的一个。那有风今天用到的所有的图片的话，我基本上都是用这个 AI 生成的。那你只要给它一段提示语，它就可以帮你生成一些对应的一些图片。那 Midjourney 的一个详细教程的话，有风之前也做过一期，那链接的话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对 AI 生成图片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点开来看一下。那另外免费的素材网站，比如说这个网站叫做 Unsplash，这个网站里面有非常多免费的素材我们可以用。那还有比如说 Pixel 或者说 Pixabay， 那这3个网站的话，应该是目前市面上非常大的一些免费的素材网站，那里面有非常的素材。如果你在找图片的话，不妨可以在里面去寻找一下。
那这个位置的图片的话，如果你是博客的话，你可以放上你自己的一个图片。那如果你是品牌的话，你可以放上你的一些产品的一些图片。那比如说有风今天做的是一个美食的一个网站，那这里的话我可以放一个美食博主，比如说是一个美女，她正在吃东西，她正在旅游等等。那我可以来 Pixabay 里面或者说 Pixel 里面寻找一张图片，美女。那我来随便搜一下这个关键词。那我们换一个关键词我们搜索英语来试一下食物或女人来试一下。那比如说你觉得这张可以，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把它下载到你的电脑上。那下载图片的话，那大家有风建议大家下载这个中等的质量就可以了。如果你的图片的话你下载这个原始文件太大了，5000多像素，那它会拖慢你的网页的加载速度。那我们一般选择这个中差不多就够用了。点一下它，点击免费下载。好，这里的话已经下载到我电脑上了。下载电脑以后，回到我们 WordPress 点击左边这里选择图像，那我们可以把它上传进来。点击这个上传，点击这个选择文件，把我们刚才的美女的话，2个美女传进来。好，这里点击一个选择，把这个图片上加上一个圆角，看起来可能会更好看一点。那我们怎么加呢？首先点一下这个笔，点击这个样式。左边的话，我们可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个边框，它在这里有个边框圆角。那这里我们可以设置一些具体的一些数字。我们点一下，首先点一下这个链接，像链接这个图标。这比如说我设成200。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它已经变圆了。那数字如果稍微小一点的话，它变的话就没这么大。比如说我这里设成一个40、30应该就可以，30。后面的话我都可以设成30。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这个整个图片的话，那就是一种圆角的一种效果了。那看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较舒服一些。那如果你把这个链接这个点一下，把它链接上的这里改一个，那后面的话全部都会自动改。比如说是个20，或者说个200，我看一下，200的话太大了吧，设成20吧。那我们需要把我们左边的内容的话和我们的右边的内容进行对齐一下。现在看到这里有点空，那怎么做呢？我们点击这个6个点，点一下它有个对齐，我们点一下，点击比如说居中我们点一下居中，这个整体的话进行居中对齐。我们还可以把我们的图片下面加一个渐变底色，看起来的话可能更有设计感一些。还是的话，我们先点一下这个6个点，我们选择拉到最顶上的这里选择一个样式。背景类型的话，这里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渐变，这里有一个经典纯色的，你可以直接比如说加个颜色进来，你可以看它全部的话变成一个颜色了。这个的话不是很好看，我们跟它加一个渐变吧。这边这个我们先把它，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渐变。渐变的颜色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主要颜色我们选择比如说这个颜色颜色这里我们可以改成一个白色。下面的渐变颜色的话，那我们可以回到我们的配色网站，把我们刚才的这个颜色给复制过来。这个它不是一个纯白，把它加过来，让它有一点点这种过度渐变的效果。还是点击这个颜色，把这个颜色代码的粘贴到这个地方来。好了 ，OK， 现在的话就有一种浅的一种渐变的效果，它也不是这种纯的颜色。那如果你觉得这个太淡了的话，你可以稍微往下面加那么一点点，但是你不要加太多。我们可以用我们的主色调这种浅的这种淡加进来，若隐若现的这种。我们做的是一个美食类的，不要加太多，这感觉还是有点多，我们再少一点点。好了，差不多了，就这么多吧。那接下来我们需要设置一下我们这个边距。同样的话，我们先点击这个点，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高级设置。那这里的外边距设置一下我们的一个外边距，点一下这个，把这个链接的话先取消掉，设置一下边距。那我们改成比如说35 ，OK， 整体的话就离我们这个边头稍微远一点，好，差不多这样就可以了。设好以后呢，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现在我们进入我们的首页。你可以刷新一下，看一下刚才设置好的一个效果。现在的话整个首页的话是有一点感觉了，但是有点空。那我们还需要在下面加上一些内容，我们来进一步完善我们的首页。我们还是在首页点击这个 W
啊，这个我们点一下它，进入我们的网站的一个后台。我们点击这个仪表盘，啊，这里的话觉得这些东西有点乱，那没关系啊，还是点击这个显示选项，你可以把这2个勾给去掉。那这样我们整个首页的话看起来的话，那就比较简洁了。啊，这个时候我们又需要安装一个新的插件，啊，让我们整个首页的话进行一个大变样。我们点击这个插件，然后增加新的插件。那我们在这里搜索一个 host，grid，那就是这个啊。安装人数的话，差不多有7万个安装啊，大家不要装错了，是这个带点紫色的这个图的这个，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安装好以后啊，一定要点一下这个启用。那你不启用的话，等一下你看不到效果。好，这里已经设置好了，把上面这些不要的，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关掉。啊，这里的话点击不用谢谢，啊，拉到最底部，直接点击一个保存就可以了。同时的话，我们来到这个插件的页面，啊，点击这个已安装的插件，啊，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插件已经装进来了。我们把后面这个启用自动更新把它点开，那所有的插件我们都把它点开。然后的话，我们再回到我们这个 Elementor 的编辑页面。这时我们点击左上角啊，我们刷新一下我们这个页面。然后的话，我们点击这9个点啊，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多了这个 Post 啊，这个里面的一些功能啊都在里面了。然后的话，我们往下面拉啊，这里有个加号，我们来现在增加一个新的容器。那我们点击这个向下的这个箭头啊，加一个区域进来啊，这里已经加进来了。我们再点击左上角这9个点啊，点一下它，然后的话，我们找到左边有一个叫做TPG 啊，也就是第一个，我们把它给拖进来啊。大家可以看到啊，我们的文章内容的话已经被加进来了，整个看起来的话有一点感觉了已经。那下面再带有这种 PRO 的话，就需要它的会员才可以使用。一般情况我们上面已经足够用了，你可以点击一下它啊，点击每一个的话，它会显示一个不同的一个样式。那我们选择第一个的差不多就可以了。然后的话，我们点击设置，那我们把我们的标题关掉，这个地方我们不需要，看起来太杂乱了。啊，还有一个 meta 数据的话，我们也把它关掉。啊，这一节就是一些 meta 的数据，我们可以直接把它关掉。啊，关掉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已经非常清爽了。然后我们再往下了，这里有个摘要内容，我们点一下它。啊，这里的话不需要显示太多。我觉得150个字符左右的话就可以了，然后的话稍微让这个稍微短一点点，然后我们再点击这个 Read More， 就是阅读更多，那我们可以更改一下这个文字，那你可以改成一个阅读全文，好，它的话就会改成我们中文。接下来我们需要改变一下我们标题的颜色，因为我们整个网站的主色调就是这3个颜色，有点玫红，有点带黑或白，这3个主色调。但是我现在点到上面，大家可以看到，它竟然变成了一个蓝色，那和我们整个网上的色调的话有点不搭了。我们现在来更改一下。首先我们来改一下这个标题的颜色。那标题的颜色怎么改呢？我们点击这个样式，样式的话我们往下面拉。这里的话，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标题的颜色，就是它。那我们可以点一下这个按钮，那可以把我们之前的一个颜色的代码的话复制进来。然后接下来我们点击一下我们这个悬停的一个颜色。悬停的话，我们这里也是鼠标停留在上面，那会是什么样的颜色？我们点一下它。那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页面，那我们悬停颜色的话，就让它变成红色复制一下它同时回到这个页面，然后我们点击这个颜色，我们更改一下它。好，我们来看一下，你看现在鼠标的话，旋钮在上面的话就变成红色了。这个方框的话，它现在是一个长方形的，我们可以给它加一个圆角，让它看起来的话更有设计感。那我们往下面拉，点击这个 card。card border 就是这个地方，那我们可以改成一个20。我们来看一下你可以看到现在的话，它这里已经变弯了，我们整个看起来的话就会舒服很多。那你还可以给它加一个阴影，来点一下这个笔这个时候的话，它还多了一个阴影在里面。那阴影的一些数值的话，这里面你还可以大概调一下。
那我觉得默认这个效果的比较好，那我就不用管它了。那里面这个标题这个字体大小的话，我们可以更改。我们拉到最上面，这里有个 post title， 点击这个笔，那你可以在里面进行一下更改。你可以看到这里，我觉得设成24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那大概就是这个样子的。那你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调。我这里只是告诉你们这是可以进行调节的。那我们里面这个摘要的字体大小也可以改，点击这个摘要。同样的话，我们还是点击这个排版，点一下这个笔这里的话也可以更改一下我们这里面的显示的一个大小。我觉得这里面设成15应该差不多。好，大概就是这样。全部设置好的话，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更新这个页面的话，这差不多更新以后的话，我们刷新一下，它才会生效。我们来看一下效果。打开我们这个网站，好，大家可以看到现在的话，我们整个首页已经完成了一半了后面还有一些工作要做，那大家继续跟着有风一起来操作。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在我们这个区域上面增加一个标题同样的话，我们点击这9个点，帮我往下面拉，把这个标题给拖到这里来。这个地方的话，我们可以给它改一下名字比如说叫做最新文章。那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大小，还有一个间距。我们点击这个样式，那我们点击这个排版，更改一下字体的大小。我觉得应该35:6应该就差不多了差不多这个样。那我们来增加一下它的一个间距。我们点击这个6个点，点击这个高级，这个外距这里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好，我们点一下，首先点一下这个把它链接给取消掉。上的话，我们改成一个，比如说距上30，距下面的距离，我改成100。好，你可以看到这里往下面走了。如果30你觉得少的话，你可以改成50。你看，这里它又往下面挪了一点点。好，设置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记得一定要点一下这个左下角这个更新。我们可以点击这个眼镜，然后预览一下效果。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设置好的一个比如说最新文章。好，我们接着来设置。我们随便点开一个文章来看一下。OK， 这就是我们的文章页面。文章页面的话，右边的话，我们还需要布局一下这个时候我们来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点击 W 这个图标，我们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那我们现在来布局一下我们的一个文章页。首先需要增加一个新的页面，点击页面，这里增加一个新的页面。然后这里可以取一个我们的页面一个集合，比如说叫博客。这里点击一下这个计划，点一下发布把它发布掉。再点击这 WordPress 后台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这时候我们点击设置。那文章页的话，这里我们更改一下我们刚才设置的页面。点击一下我们刚才叫博客，左下角点一下这个保存。然后我们再点击的页面，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页面博客的话，它现在就成了我们的一个文章集合页。然后等一下我们来编辑一下它。我们点击一下它，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的箭头，点一下查看页面。进入这个页面以后，我们来点击这里有个自定义。我们现在来定一下我们这个页面。那首先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文章的一个显示方式。我们点击左边这里有个博客，这里有博客条目，这里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种它显示的一个方式。这个博客风格这里的话，我们改成这个缩略图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页面的话看起来的话就非常的清爽了。接下来我们返回一下。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一般选项，它是页面标题，我们点一下它。那可见性的话，我们这里改成一个在所有设备上隐藏，点一下它。好，我刚才这个博客的话，给大家就是我们需要把博客这2个字给隐藏掉。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在所有设备上进行一下隐藏现在它已经不见了。好，上面的博客不见了，我们点击这个发布。那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这个编栏还是的话，我们先返回一下，点2下，我们翻回一下我们这个界面。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小工具，这里有个默认的编栏，我们点一下它。首先里面的话，它本来里面会带有一些东西，我们不需要我们先把它全部给删除。我们等一下重新布局。我们点一下它，然后点击随便点这个空白的，点一下点击3个点，然后点击删除。下面的一样，把不要的话全部给删除掉。
全部的话已经上完了。删除完以后的话，首先我们需要在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加入一个搜索框。那访客的话，进入我们网站以后的话，他们搜索起来也比较方便，直接点击这个加号，这里点击一个搜索，那么搜索两个字，这里个出来，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看到我们的搜索的话已经出现在我们的边栏了。那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显示的方式，那我们可以比如说点击只显示一个无按钮它就没有按钮。那你还可以点一下按钮在内部，或者说显示仅带图标比如说我就这个就可以了大家应该一看这个基本上都大家一看这个应该基本上都明白了。还可以我们可以加一个关于我们，同样我们点击这个加号，输入一个about关于我们的一个英文单词，那就是关于我，点一下它，那这个时候它也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可以设置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那首先的话，我们需要更改一下我们这个头像，这里标题的话你可以改一下，比如说关于我们这里改好以后的话，这边的话会马上进行显示。这个图片的话，这里点击上传它没有反应的没有关系，那我们可以去后台把图片上传进来以后的，把链接直接粘贴到这个地方来。我们现在进入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网址后面加这个 wp-admin， 我们点击这个媒体里面的话，那我们可以直接比如说把这个图片给加进来，那我们点一下它点击这个复制，这里复制链接至剪贴板，那你也可以重新上传一个图片也没有问题。那你点击这个增加文件，那你还可以上传上你电脑上，比如说你的一些其他图片进来也可以。复制链接以后的话，我直接把这个链接的话粘贴到这个地方，这个人的话差不多他就进来了。那你觉得这张不好看的话，我们可以换一张。有风的话用 AI 生成了一张头像感觉比较好，就是这个美女，装记一下它这里复制链接，同样的话我把它粘贴到这里来。好，我们这个头像就加进来了。这里的话可以写上你的一个名字你的品牌等等。做这种美食博客的话，你最好用打造个人 IP 去做。这里描述的话可以简单写一下你不会写的话，我们可以交给 ChatGPT 来帮我们写一下。那来到GPT， 我问他，我说我是一名美食爱好者，帮我写一个简短的个人介绍。我们来试一下。晚上9点整。那如果你觉得它太长的话，你可以叫它，比如说简短一些。好，我们直接点击这个按钮，把它复制过来，粘贴到这里面来。好，这边马上就会出来了。好，这里的话已经有了。大家好，我是一位美食爱好者，热爱探索各种美味的世界大概就是这样。那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上我们社交媒体的链接，比如说你可以加上你的 YouTube 链接，可以加上你的 Twitter 链接，你 Facebook 链接等等。那我们往下面拉点击这个加号，搜索一个social，就是这个社交媒体的那个图标，我们点一下它。好，这个标题的话就可以改成，比如说改成一个关注我们。你继续往下面拉到这个地方有个社交链接，比如说你的 Twitter 链接，那你可以加进来；你的 Facebook 链接你可以加进来。你的链接加进来以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图标的话就显示出来了。你的 IG 链接加进来，有风这里只是随便只写了一个字进去，你们的话就把你的一个具体链接给粘贴进来就可以了。等等里面非常非常多你们可以根据你实际情况来加。你每加一个加好了的话，这边的话都会显示这里的就是我们加好链接以后它都会显示。在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个我们的一个邮件订阅的一个列表，方便访客的话，在我们右边也可以订阅我们。那我们继续往下面拉这个滚动条这里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好，这里我们搜索这个 mail， 就是邮件列表，直接点一下它这个时候它也会出现在我们这个位置。我们需要更改一下它的一些内容。这个地方订阅这里的话，可以改一下标题，比如说这里改成订阅我们。下面的内容的话，我们可以用 GPT 这里面复制一下，复制一小段过来，把它粘贴到这个地方来，粘贴过了这里然后粘贴以后的话，这边就会显示欢迎一起交流分享美食的心得。我们继续往下拉，这里这个勾的话，这里我们把它去掉，不需要这个。我们需要我们这个页面简洁一点，
这里你的邮箱我们改成中文，改成你的常用邮箱。后面的话可以改成加入。这样的话大概的话我们订阅列表差不多的话就这样设置好了。我们总体的话我们需要简洁一点，不要搞得太复杂了。接下来我们在这边再加一个最新的文章，我们点击这个加号，我们搜索这个关键词最新的文章，我们点一下它。这个关键词的话，这个单词大家记得去搜一下这个，才能找得到它。那它的显示数量的话，这里我们可以，比如说你显示5篇文章，那你这里就填入一个5，这边就会出现5篇文章。那填6的话，它这边就会显示6篇文章。这里的话我们改成中文，改成比如最新文章。数量的话我们填个6吧。在边栏的话，如果字体有点小的话，我们还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大小。那我们可以点击最顶部，点一下这个，返回2步，来到我们这个工具栏这边，我们点击这个排版，这边的话我们往下面拉，有个侧栏小部件标题，这里的话我们可以设置我们的标题的一个大小，比如说我们改成一个18，看一下的话应该是要比刚才大一点了。我们再改成比如说22，这里就会更大了。太大我们改成一个20，应该左右差不多。20的话可以。这左上角的话全部改好以后，我们记得一定要点这个发布。如果有时候你忘记点了的话，那你这个设半天了，那白搞了。我们再点左上角这个叉，把它关掉。我们来看一下一个效果。这就是我们文章列表页的一个效果。我们随便点到一篇文章，我们来看一下。这篇文章的话，它边上这里也会有我们的编栏了。这里有搜索，这里关于我们。这里有关注我们，可以关注我们，还可以加入我们的邮件列表最新文章。整个页面看起来还是非常的专业的。接下来我们来布局一下我们这个文章的页面。这上面有些东西的话，我们需要稍微更改一下。那我们随便点开一篇文章，我们点击这个自定义，接下来我们往下面拉，这里选择这个博客。每次进入这个页面的时候，它速度的话稍微慢一点，这里还在旋转，大家需要稍微耐心等待一下。这次的话，我们选择单篇文章，然后我们往下面拉，我们把这个发布日期的话改成修改的日期，把这个日期给去掉，这里改成一个修改的日期。为什么要这样做的？这样做的目的的话，就可以告诉我们的访客，我们这篇文章最新修改的一个日期。这个也会利于我们 SEO 搜索引擎，因为搜索引擎它也会抓取这个数据。这边这个发布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名字。那我们就需要这个地方我们改不了，我们需要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进行一下更改。那在改之前的话，我们先把这个页面给发布一下，点击发布。接下来我们打开我们的首页，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图标。我们点击这个左边这个用户，这个用户的话，我们点击一下编辑，编辑这里我们往下面拉昵称这里我们就可以改成你想显示的一个名字，比如我改成有风，公开显示这里也改成一个有风这里的话可以改成你的名字，也可以改成你的品牌的名字改好友的话，我们拉到最下面，点击一个更新个人资料，这个地方一定要点一下更新。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我们这个页面，我们刷新一下看一下效果。我们这里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作者的话，这里的话已经更改好了，改成我们自己的一个名字了。我们点击这个叉可以预览一下这个效果。左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名字，右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导航栏最后的话是我们的一个修改日期已经非常好了。下面的话还有相关的，你可能会喜欢。这个地方的话，系统它会自动进行一个识别。好，我们的首页现在已经有了，我们点到首页来看一下，我们的文章页也已经弄好了。接下来我们需要一个关于我们的一个页面可以介绍一下你自己。我们回到我们的后台同样的点击页面，是的，左上角点击增加页面，这个页面的话就可以改一下名字，叫做关于我们。我们可以点击右上角这个两个圈设置一下，和刚才的设置方法一样。我们把这个内容布局改成100%， padding 间距禁用，拉到最下面，标题这里的话禁用，这里点击计划发布一下。我们可以查看一下这个页面，这就是我们这个关于页面。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使用 Elementor 编辑一下它。首先我们点击这个加号
增加一个容器，点击这个向下的一个箭头，我们首先增加一个容器进来，和刚才一样，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往下面拉，找到标题，我们把我们这个标题拖进来，名字的话改成一个关于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大小，我们点击排版，把这个字体的话稍微调大一点吧，调整个35，差不多了。我们再点击这9个点，下面的话可以加内容了。我们往下面拉到这个有个文字编辑器，我这边拖到这里，看到一个紫色的横杠出现以后，我们放。这里面的话就可以填入一个我们介绍我们自己的内容。我们可以用 GPT 帮我们生成，之前我叫 GPT 帮我们生成好了，我直接复制过来，直接粘贴到里面来。这样的话，它就这样的话，我们的内容就加进来了。这个地方你把鼠标放到边上，你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个显示方式，显示这么多，我觉得应该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对有些内容加粗，那也可以。比如说我选中它，我点击这个加粗，对应对面这内容的话，它也会加粗一下。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其他的内容，比如说这里可以加上我的一个名字，还是点击这9个点。这次的话，我们也拖动这个标题栏过来，拖动它放到这边，有个紫色的横杠出现以后，我们放。这里的话可以打上你的签名，比如说我是有风。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样式，点击样式，点击排版。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的一个大小，当然的话，我们还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字体。这个字体的话，我们可以设置的像洋气一点，就像签名一样。对，就类似于这样的一个效果。字体的话，我们可以稍微再大一点点。我们改变一下它的一个间距，我们点击这个高级，这里外距就是这个布局里面外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距离。比如说我这里设成一个25，你可以看到它的这个距离全部都变成25。如果你想要后面不变，那你就点一下这个，那你更改任何一个就不会影响其他的一些数字。然后我们还可以点一下这9个点，我们来设置一下它与上面的一个间距。我们还是同样的点击这个高级，还有布局这里，我们先点一下这个，取消它的链接。那我们上边距的话，我觉得设成一个30左右它离我们上面就远了。下间距的话就是下面，再可以设远点100，OK， 它离下面的话就会远一些。全部改好以后记得点一下更新。最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个我们自己的一个头像图片。我们同样的方法很简单，点击9个点往下面拉把那个图像给拖进来放。这里的话选择图片，我们可以把我们刚才的头像的图片的话选进来。这里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大小放在边上。OK， 这样直接就可以把它拉小一点了。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样式。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可以加一点圆角在里面，比如说加个20的圆角你可以看到这里的话，它几个圆角的话，就有一点这种圆角的一种效果。那我们可以加大一点，比如说加到200这样的话看起来整个都圆了。这样的话应该就差不多了。觉得小的话，你还可以再拉大一点。全部设置好以后的话，那么这里直接点击一个更新，我们可以这样的话，我们这个页面的话就设置的差不多了。接下来的话，我们需要来制作一下我们的联系我们的页面。那我们的话，来到我们的首页，还是点击 W 这个图标，回到我们的后台。那我们现在来建一个我们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可以点击页面，所有页面看一下我们刚才制作好的，比如说关于我们的页面，放在上面这里有个查看。我们按住键盘上 Ctrl 键，点一下鼠标左键，让它在新窗口打开，来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大概就是这样一个效果。这里的话，它显示到右边来了，我们再更改一下它，点击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点一下它，把它拖过了一点，这里就差不多了把这个拖到下面来，这个再移一下位置。好，这里好，我们再来更新一下我们现在再来看一下效果，所有页面关于我们我们点击这个查看现在的话就可以了。可能刚才的话我们没有保存好，关于我们页面有了，现在我们来制作一下联系我们的页面。那方法很简单，我们还是点击这个页面这里增加页面这次的话我们改成一个联系我们。好，联系我们这里设置好，我们这里先保存一下发布一下。那接下来我们电脑上，接下来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的话还需要增加2个插件。
那我们点击这个插件，然后这里点击增加新的插件。那我们需要安装的第一个插件叫做 WPFORMS， 这图标大家一定要记住它。它的这里的话也有超过500万的安装，有500万个网站安装了这个插件。我们这里点击立即安装。接下来我们再安装另外一个插件。这里安装好以后一定要点一下这个启用，记得一定要点，你不点的话它不点就没有效果。安装以后，我们再继续安装插件，点击这个增加新的插件。这次的话，我们安装这个插件叫做 QIADDLN 就是这个，我们点击立即安装。这个的话，它是专为 Elementor 设计的一个 WordPress 插件，也非常好用安装以后点击启用。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那个插件，然后选择已安装的插件。我们可以看一下，我们刚才装的2个插件的话，都已经全部给装进来了。这个是第一个是 QIADDONS， 还有一个就是 WP 这个表单这个插件。后面的话一定要点一下这个启用自动更新。我们把它这个更新的话，这个启用自动更新一定给点上。然后的话，我们选择左边这个我们刚才安装好的这个插件，这里就是它 QIADDON 这个，我们点击这个小工具，也就是这个英文单词，我们点一下它。我们需要把里面不需要的东西的话给全部关掉，因为我们只需要它的一些部分的一些功能点击这个我们可以关掉，这里关掉，这里关掉，关掉。这个东西这里的话就要留下来了，这个表单这个样式和 WP 这个表单留下来，这2个这个不关这个的话也把它关掉整个页面的话只留下这个表单样式，这里这2个东西不关。那再拉到最上面，一定要记得点一下这个保存，这里保存。好，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表单就是 WP 这个表单 ，WP 的一个表单。好，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新增。好，我们点击我们继续完成。这里面有很多表单的模板，我们选择一个简单的，我们选这个吧，简单的联系表单的使用模板。好，我们现在来更改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好，我们点一下名称。这里的话，格式的话，我们选择这个简单简单一点，不需要搞得太复杂。我们点击这个高级，我们可以隐藏这个标签，点一下隐藏这个标签等一下我们这个名字的话就不会显示。我们弄简单一点，名称这里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怎么称呼你这里直接就给显示怎么称呼你人家直接在里面就填了。这里电邮这里我们点一下它这里我们可以也是刚才一样点击高级，我们先拉到最下面，点击隐藏，把它隐藏掉。这里占位符文本的话，我们改成你常用的邮箱。好，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评论，这里点一下它，和刚才一样，点击这个高级，我们把那个标签给隐藏掉，都不需要显示。那里面的占位符可以写上，比如说告诉我你的问题。字体大小的话，我们可以改成一个大写，我们把下面这个框稍微弄大一点。全部弄好以后，我们点击这个保存。把这个保存下来，点击这个叉，我们把它关掉。现在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表单的话，我们已经建好了，就在这里。刚才的页面的话，我们已经是新建好了这个联系我们的页面，因为刚才我们已经建过了。我们直接点击它，编辑。那这里边的话和刚才一样，那我们需要设置一下它的一些不需要的一些东西。我们点击这个样式设计和点击这个。通用的话，这里和刚才一样，选择100%。Heading 的话，这里也禁用。Title 和之前一样，都是禁用。弄好以后点击这个更新。然后呢，我们选择这里使用 Elementor 编辑，点一下它。我们现在又来增加一个新的容器，我们点击这个加号点击这个向下的一个箭头增加一个新的容器进来。我们点击这个9个点，我们可以拉到最下面，然后把这个。标题的话还是先拖进来一个。那这里的话，我们需要写一段文本，那把这段发送给他。我说帮我的网站联系页面写一段文字。这里的话，比如说我复制一下，这段吧，直接复制过来，把它粘贴到左边。欢迎联系我们，如果你有任何问题、建议或者意向可以通过以下方式联系我们。这个有点大，我们可以换小一点的，可以点这个。点叉把它删掉。那我们重新来加一个，点击加号，点击这个按钮。那我们选择一个小一点的吧，点击9个点。我们选择这个文本编辑器，刚才那个有点大了，我们换小一点的。
还是粘贴进来。这样的话就可以了，这个字小一点。接下来我们需要把我们刚才制作好的表单给加进来。我们还是先点击这9个点，我们这里可以搜索一下，因为比较多，我搜索个 WP 第一个 WP 表单，直接把它拖过来。好，这里有个紫色的横条出现，我们放。好，表单的话就已经加进来了。接下来我们更改一下我们表单的样式，让它看起来的话更好看了。我们点一下这个笔。好，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个样式的风格，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按钮的样式，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按钮样式的一个宽度，我们点一个 Yes， 我们让它铺满我们整个页面。这个按钮的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更改。这里这个就是我们按钮的背景颜色，我们点击这个按钮，我们把它改成我们刚才这个颜色吧，改成这个红。好，点击 copy 一下它的代码，把它放进来。好，现在的话，我们这个按钮颜色的话就变成了红色的了。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它们的间距的一个样式。我们往下面拉，这里就是一个间距。好，这里来到一个输入的一个间距，我们设成一个15吧，15。让它们稍微分开一点。我们还可以给我们的边框的话加一个投影。我们点击这个高级，把它来拉到最高级，然后我们这里选择这个边框。边框的话，这里有个合阴影，我们点一下它。你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个边框的话就有一个阴影了。好，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下布局，我们再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间距，我们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外距。外距的话，比如说距上的话，1应该上面没什么变化。那我先要把这个按钮点开，不然的话我改一个全部都会变。点开以后，后面它就不会跟着一起变了。比如说我第一个是1，第二个的话靠右的话，我靠右远一点，改成一个30，可以看到它离这边就远一点了。距下的话，距下面的距离的话，我设置比如说15。下面的话它会更改。距左边的话，我还是改成一个30。相当于我左右两边它的距离的话就是30。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上一个圆角，那我们还是选择下面那个边框。边框这里圆角这里的话我们就可以设置一下它的一个圆角。圆角的话我们设成一个30吧。你可以看到，好，现在这个圆角这个效果还是可以了。那我们还可以设置一下我们整个表单它离我们上面的一个间距。点击这个紫色的点，点一下它，点击它以后，点击这个高级，这里比如说我们把这个点一下，取消链接，上的话我们可以改成比如说30，它就离我们上面远点。下的话我们还是设成比如说100吧，它离下面就会远一点了。我们点击更新，我们点击这个眼镜预览一下效果，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表单的一个大概一个样子。好，内距的话我们还可以。我们可以看到它这边的离我们这个左边的话太近了，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内距。内距的话，我们先点一下它这个内距，我们这里填一下，比如说我改成一个30的话应该差不多了。全部弄好以后点击更新，那我们再来看一下效果。这次看到好，这次应该差不多了，它离我们的边上已经很远了。那我们整个联系的页面的话，那我们已经设置好了。可以在这里面提交一些信息，测试一下效果。可以换一个页面，打开一个无痕的一个窗口，把这个页面粘贴进来。那我们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点击页面，这里点击一个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点击这个查看，获取到我们这个页面的一个链接。我们打开一个无痕的一个窗口，把我们的链接粘贴进来，我们来测试一下它的效果。这里可以写上了一些基本信息。我们来试一下效果，点击一下提交评论。好，这里说明我们已经设置成功了。他说谢谢你联系我们，我们会尽快与你取得联系。那我们的表单的话，说明已经设置成功。回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现在我们首页感觉这个 logo 还差一个，还有这个菜单栏现在也还没有。我们一个首页的一个导航栏，还有底部的话，我们也少了一个我们的一个底部栏。那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来进行一个设置。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给我们的网站增加菜单栏。那怎么做呢？那首先我们还是先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我们点击这个外观，这里有个菜单，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把上面这个先关掉。菜单的话，我们这里可以新建一个菜单的一个名字。那比如说我叫主菜单，这里点击创建菜单。好，设置好以后呢，我们这里点击查看所有，我们把我们的博客首页联系我们你可以增加到我们的菜单栏里面来，点击增加到菜单。
好，这里菜单设置这里的话，我们把它选择到顶部模块。好，这里点击一个保存菜单。那我们这里把这里也勾上，比如说顶部模块、主体还有移动端啊，这3个地方的话都把它勾上。勾上以后的话，点击保存。啊，这个时候我们来看一下效果。那我们点到我们的站点来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好，这个时候我们的一个导航栏的话已经进来了，我们可以点，是关于我们，啊，这个是联系我们，啊，这是我们的博客文章页面，这是我们的首页，啊，我们的导航栏的话已经设置好了，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步设置优化一下它。回到我们的首页，那我们还是点击这个自定义，我们往下面拉，好，我们往下面拉，啊，这里有个顶部模块，我们点一下，啊，我们这里有一个一般。啊，这里有个启用顶部栏，就是这上面这个东西啊，我们不需要，我们可以把它关掉。我们点一下它，好，可以看到我们顶部上的导航栏就不见了，因为这个东西确实用处不大，我们关掉就行了。啊，点击一下发布，这下面还有一条线，大家有没有看到？啊，如果你不喜欢这条线的话，我们也可以把这条线给去掉。我们返回一下，我们点击头部，头部的话，这里我们选择一般，这里有个页眉边框底部，这个我们勾去掉。好，你看这条线啊就不见了。我们尽量的话，让我们的首页啊简单一点啊，去掉一些不需要的东西啊。再点一下发布。菜单栏的话，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个效果。那我们可以点击，我们返回一下，这里有个菜单，我们点一下它。那这里一个链接的效果，我们可以选一下，比如说左下划线。好，放来看一下。我们放上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在它下面就有一条啊下划线了。那当然里面还有很多效果，我们可以看一下其他的一些效果啊，比如说这个上下2条线，我还是比较喜欢这个左下划线，或者说背光这样一个效果，我还是选这个左下划线吧。我比较喜欢这个下面1条线。菜单栏的它这个文字的大小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更改。那我们可以点击左上面点2次返回，这里我们选择这个排版主菜单，这里的话就是我们主菜单啊。这里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这个菜单的一个字体大小，比如说我改成一个18啊，现在的话它就会大很多。这个 logo 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更改。我们这里先点一下发布啊，相当于做一下保存。那 logo 的话，我们可以，你如果没有 logo 的话，我们可以来设计一个。我们用这个 Canva 吧，带大家来设计一个比较简单的 logo。进入 Canva 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里创建一个设计。啊，我们这里我们选择最下面左下角的一个自定义。啊，宽度的话，我们可以设成一个1200。啊，高度的话，我们设成200吧。好，这里点击创建一个新的设计。我们点击左边这个文本，我们把这个增加一个标题，我们拖进来，打上你的品牌的名字。比如说我叫有风美食，我可以把它拖大一点，稍微拖大一点。这里的话，我们可以放上一个图片图标，我们点击这个元素，好，这里我们搜索一下，比如说我们搜索一个美食的一个图标，就是这个，这里选择一个图形，点这里查看更多。啊，左边的话有非常多的图标，那你可以选一个。那比如说这个碗我比较喜欢，那我点一下它，然后把它拖过来。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样式，让它和我们整个网站的颜色比较协调。比如说这个地方这个颜色，我们点一下它，啊，点击 copy 啊代码，回到这边，我把它的颜色改成我们的网站的主色调，粘贴进来。好，再把它拖大一点点，好，这个就变成我们网站的一个色调了。啊，这边的文字的话，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颜色。这里的话，颜色的话，我们也可以换成刚才的颜色，啊，比如说这个颜色。好 ，OK， 差不多了。我们还可以换成一个白色的，设置两种样式。因为有时候如果我们的底的话，它是一个黑色，那我们这个黑色的话就看不清。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复制一个。啊，这次的话，我们可以把它改成一个白色，把这个字点击这里改成一个白色。现在看不到了，没有关系。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背景的颜色。背景颜色的话，我们选择一个黑色。背景颜色我们怎么弄啊？它点一下外面这个框，啊，这里选择一个颜色，这里选择黑色。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得清楚我们这个字了。我们点击右上角这个分享，把我们这2个文件给下载下来。好，这里选择 download 下载。
我们需要有一个透明的一个背景，那它又要透明的一个图片的话，需要它的一个会员，那没有关系，等一下我们会用到另外一个工具把它背景给抠出来。那这里的话，我们选择2个的要把它勾上，这里点击下载，把这2张图片给下载下来。下载好下来以后呢，因为是2个文件，它直接就是一个压缩文件，我们把这个压缩文件给打开，把它解压出来，拖出来。拖出来以后的话，它现在因为后面有一个白色的一个底，我们需要把它那个白色底给去掉。我们会用到一个网站把这个背景给去掉。然后我们在 Google 里面可以搜索一下这个关键词比如说背景 background remove， 就是可以把我们背景去掉。那里面有很多网站，我选第一个吧，这就是一个去背景的一个网站。这个网站的链接的话，有风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那兄弟们可以直接打开来用。我们点击上传，把我们刚才的图片的话，需要去背景的图片给上传进来。好，现在的话，我们这一张的背景已经被去掉了。我们点击 download， 把它下载到电脑上。那接下来我们来接下来我们把第2张的话也给加进来，点击这个左下的加，把我们刚才另外还有一张黑底的这个也把它上传进来，把背景给去掉。OK， 这个也被去掉，还是点击 download， 把它下载到电脑上来。好，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回到 WordPress 后台，我们这里点击这个头部，这里有个 logo， 这里我们可以选择一下 logo， 把我们的 logo 的话上传进来，上传文件。好，比如说我选这个黑色的，点击选择，还有拖动2边把它全部显示出来。这里点击一个裁剪，logo 的话我们就被加进来了。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大小，点一下这个，我们可以拖动。好，这个位置差不多了。高度的话，我们这里也可以调。那这个的话，我觉得这么大的话，应该差不多了。设好以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发布。那这上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增加更多的一个菜单了呢，放到这个地方来。那怎么做呢？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 WordPress 后台，这里点击这个外观，还是点那个菜单。我们点击在下面这个分类目录。那比如说，我们可以把下面你想要的东西的话都可以加进来。那如果你有更多的目录的话，点击这个增加至菜单，点击一下保存。好，我们来看一下效果。好，也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已经被加进来了。顺序的话我们也可以换的，比如说我把这个你直接按住不动，你可以把它拖上来，直接拖上来没有问题设好以后一定要记得点一下保存，保存好以后我们再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个的话已经被加在我们的顶部栏来了。那 logo 的话，现在我们已经也有了。那现在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底部，现在我们底部现在什么东西都没有。我们还是点击这个自定义。好，我们往下面拉，这里有个页脚底部，我们点一下。好，我们可以更改它下面显示的这个文字信息。那这个地方我们改一下。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版权相关声明加到这里来。比如说2003到现在。那有风版权所有，好，这里已经加进来了。好，当然的话，这个有点单调，我们还要加一些其他的内容进来。我们返回一下。这里有个页脚小工具，我们点一下它。这里选择列数的话，我们下面你要分成几列这次的话，我们把它分成2列就可以了。这个时候你可能看不到，等一下你就知道了。右上角记得点一下发布。点了以后，我们再返回一下。这次我们选择这个小工具。小工具的话，这里有2个。比如说页脚1、页脚2，我们首先点一下页脚1。页脚1的话，我们可以点击这个加号，增加我们所需要的内容。我们点击加号，首先可以加一个 logo 在里面。那我们点击这个图片，上传我们的 logo 进来。因为这个底的话，它是一个黑底，那这次 logo 的话，我们就选择刚才的白色的。那白色就是这个。好，这里已经有显示了，我们把它变小一点。这里有个圆圈，拖动这里，我们可以更改它下面的一个大小。对齐方式的这里太小了，我们可以再稍微大一点点，再大一点。对齐方式我们让它向左对齐，点一下这个按钮，这里选择左对齐，好，它就跑到我们的左边来了。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排小字，点击加号，这里这次我们选择这个段落。我们可以在这里输入我们想要的一些文字，我们可以在上面来复制一小段，好，然后的话加到这里来。直接粘贴进来。好，大家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了，你可以稍微更改一下但是的话，这个字现在有点看不清没关系，我们可以来调整一下它。我们点击返回，再点返回，
这里有个页脚小部件，我们点一下它，在下面往下面拉，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的一个文本颜色，比如说这里文本颜色我们改成白色，这个时候你就看得清了。好，我们再点一下发布，再点返回。好，我们再点小工具，我们再下来右边的话还可以加一些东西，比如说我们加上页脚2，我们点一下它。页脚2的话，我们可以加一个邮件列表，这个地方也可以收集我们的邮件，点击这个加号，输入这个邮箱的英文，直接点一下它。好，这个时候的话，它已经加到这边了，我们需要稍微更改一下里面的一些内容。标题的话，你可以输入一个，比如说加入我们，这个内容的话，你不要选中，把这个 taxi 给删掉，我们稍微精简一点。这个段我们也不要接受，这个必须要勾，我们不需要把它去掉。这里的话，这里你的邮箱改成中文，改成你常用的邮箱。这个勾的话，你可以改成一个提交。这样子我们这边的话也是就这样简单的设置的也可以了。下面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些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还是同样点击加号，我这里搜索一下social这个英文的社交这个图标，点一下它。这些标题的话，你可以更改一下，也可以点击，比如说这里点击关注我们可以改一下。好，你再往下面拉，再拉到这里，好，又可以叫你这里的话，你填上你的对应的，比如说你的 Twitter、你的 Facebook、你的 IG 对应的一些链接，我这里先随便填一下。你填进来以后的话，它这里就会显示出对应的一个 logo 图标。你们在填的时候最好填你自己真实的一个社交媒体的一个链接，加进来以后就会显示这个样。好，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发布，全部改完以后，记得一定要点这个发布。发布好以后的话，我们可以来预览一下效果。好，这就是我们刚才设计好的。顶部有 logo，有菜单栏，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一个特色的一个图片，我们的一个广告图，你这里可以放。这下面是一些最新的文章，拉到底部，这里有一个 logo，这里还有你的一个 slogan， 这里还有一个邮件列表，这里有个社交媒体链接，这里有版权。我们整个网站的话，已经设计的基本上要成型了，不过还有一些细节需要进行一些完善。那我们整个 PC 端的页面的话，应该设计的已经差不多了。但是现在的话，很多流量的话，它是来自于我们移动端，也就是我们手机端。所以我们手机端的页面效果我们也要稍微优化一下。那首先，我们先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这里我们点击这个页面，这里点击所有页面。我们先从我们的首页来进行优化。这个是我们的首页，我们这里选择使用 Elementor 进行一个编辑。这里左下角我们可以点击这里有个响应模式，我们点一下它。我们可以看到这上面就有一个 PC 端显示效果，这个是我们平板显示的一个效果，这是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显示的一个效果。那里面的话，可能有些手机端这里可能太大了，我们需要稍微更改一下。那这里需要给大家说明一点的是，你更改手机端上面的一些内容，它不会影响我们的 PC 端的一个显示效果。但是如果你更改这个平板电脑端的效果的话，那它会影响我们手机端的一个效果，但是不会影响我们 PC 端的一个效果。所以我们在更改内容的时候，需要从左到右，先从我们的 PC 端到我们的平板，再到我们的一个手机，按这个顺序来进行一下更改。那我们需要从左到右来进行更改，因为我们电脑端已经改好了，接下来我们来更改我们的一个平板端。那我们来更改一下我们平板电脑上面显示的一个效果。那我们点一下它，这个字的话，如果你觉得太大的话，你可以点击样式，可以点击这个笔排版，你可以稍微把它改这么小一点点 ，OK， 也不用小太多，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可以了。下面的字的话也同样是可以更改，点一下它，点击样式，这里的话更改的方式和刚才一样，点击样式，点击排版，点这个笔，可以更改一下，比如说你调到一个15吧，应该差不多。这里更改好以后的话，我们这边手机端的话，它也会一起更改。这个时候我们来更改，这里还是看不清，我们点击一下它，同样点击样式，我们把这个字的话再改小一点点，点击排版，点击这个笔，的话再把它变小一点。这样的话就差不多了。我们点击一下高级设置，因为编剧的话，我们可以看到，
啊，这边的话都已经看不到了。我们改记一下，比如说向左的话，我们这里改成一个30，应该是改向右，改成一个30。好，我们可以看得到。这个的话，我们也改一下，点一下它，点击高级。好，这里点一下它，先点这个。好，这里也改成一下30。好，至少要让它显示出来。30不行的，30不行的话，我们改成50，40吧，应该40差不多。这个紫色的框，手机上是看不到的，只是我们在设计的时候它才会显示。好，可以看到上面的话没有问题啊。这里的话，我们再来改一下它的边距，点一下它，点击高级。好，同样的话，边距我们这里改一下，改成一个30。好，让它稍微向左挪一点点。啊，这个也是一样的，点一下它，点高级，这里改成一个30.40吧。好，差不多可以看的至少要让这个字给显示出来。啊，全部改好以后啊，记得点一下这个更新。啊，手机端你更改的话，它是不会影响我们 PC 端的一个效果。那我们 PC 端还是一模一样。那我们的平板也没有问题，那手机端也没有问题。啊，这个手机端的 logo 的话，这里稍微有点大了啊，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 logo 的一个。我们可以更改一下我们手机的 logo， 因为手机的 logo 的话，我们可以进行单独的一个设置。回到我们的，比如说，我们来进入我们的首页，还是刚才一样，点击这个自定义。啊，这里我们这次的话，我们点击这个头部。啊，我们选择移动端菜单，选一下它。啊，移动端的 logo， 这里我们可以单独调，我们选择把我们的移动端的 logo 给传进来。啊，点击选择图片。啊，它的高度的话，我们设成一个30吧，30应该差不多。好，点击一下发布。啊，这个时候我们回到我们这个移动端来看一下，刷新一下它。好，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响应模式，响应模式点击这个手机。啊，大家可以看到现在这个 logo 的话，它已经变小了。那我们左边这个右上角这个菜单的话，它也移上来了。那我们可以点一下它啊，可以看到我们移动端的菜单的话，啊也没有问题啊。这里的话还可以进行搜索啊，非常的好。那移动端这个显示的效果的话，我们也可以进行更改。还是回到我们刚才自定义这个页面。那我们继续往下面拉。这个页面的话，大家一定记得还是在这个头部里面，这里有个移动端菜单。啊，所有移动端的菜单都是在这里面进行设置。那显示菜单啊文本的话，你可以把它去掉。啊，这里有个汉堡包啊图标，那你可以更改它的一个显示的一个这里有个汉堡包的图标按钮，我们可以更改一下它。啊，比如说你改成一个 3DX 这种效果。啊，下拉目标啊，这个手机端这里。那你需不要这个搜索框？如果你不需要的话，那你可以在这里的可以把它去掉。设置好以后呢，我们点一下发布。啊，还是回到这个页面，我们刷新一下，看一下效果。好，还是点击这个响应模式，点击手机端。啊，点一下这个3个点啊，菜单2个字就已经消失了。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手机 APP 都是3个点，大家应该都能理解这个意思。我们点一下它。好，这次只有我们的导航栏啊，搜索框的话已经没有了。啊，这里面所有的设置都是在我们这个移动端的菜单里面都可以进行更改。好，我们的首页设置好以后，同样的话，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其他的一些页面。好，我们关闭这个，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后台的话，我们点击这个，还是点击页面。页面的话，所有页面。我们这次我们来优化一下，比如说关于我们这个页面，还是使用 Elementor 进行编辑，优化一下它的一个手机端的一个显示效果。啊，方法和刚才一样，点击左下角响应模式，这里选择一个平板。我们现在看一下平板端一个显示效果。平板的话，我们可以让它稍微显示全一点，我们拉过了一点。好，这样应该是没有问题。我们手机端再看一下，手机端的话也可以。这个的话，你觉得太小的话，你也可以把它稍微拉大一点。啊，这边没有问题，我觉得都还可以。啊，下面这些都可以。啊，设置好以后记得点一下更新。好，我们把后面删掉。啊，再次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点一下左上角这个 W， 选择页面，所有页面。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联系我们的页面。点击一下，还是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每个页面的话，我们都这样去稍微更改一下。还是点击这里响应模式。先看一下平板端的一个效果。平板端可以看一下没有问题。
再看一下手机端的效果啊，手机端的话也没有问题。那我们联系页面的话就不用更改，就不用改它。好，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的首页来看一下。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一个邮件订阅啊，我们这个地方也要启用插货才会有效果啊，需要我们需要把我们这个地方连接到我们的邮件服务器里面，通过邮件服务器来做邮件营销啊，我们需要启用一下它。那这里的话，我们需要进行一下设置。好，我们打开这个网站，这个网站的话是一个比较老牌的一个邮件营销的一个平台啊，我们可以免费注册一个邮箱试用一下。那关于邮件营销的话，有风讲了非常多期关于邮件营销的课啊，相关的链接的话，有风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感兴趣的小伙伴可以去看一下。那首先你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那你点击这个 Sign Up 注册。那有风已经注册了，我直接登录进来吧。那我们可以先注册一个账号，注册的方式很简单，直接点击这个注册。好，这里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免费的。免费的话，它可以帮你有1000个联系人，那可以。那前期的话，我们还是可以用。那如果你的联系人都超过1000，那你就可以考虑付费了。点击注册，这里填入你的邮箱，填入你的用户名，这里再填入你的一个密码。填好以后的话，我们直接点击这个 Sign Up 注册。注册好的话，我们直接就可以登进来了。好，我已经进入到我的一个后台。那首先我们需要获取我们的一个 API。那我们点击我们这个头像，点一下它。这里有个个人信息。好，我们点击这个 Extra， 点一下它。这里下面有个 API Key， 我们选一下它。API Key 的话，下面的话你可以创建一个新的 API。我点击这个创建一个 API。好，这里输入一下你的 API 的一个名字。这个可以随便填，然后点击创建。好，这就是我们创建好的一个 API， 我们点击 Copy 复制一下它。好，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点一下它，我们选择这个 Ocean WP， 点一下它，这里选择跳过。好，进入我们的 Ocean WP， 左边的话，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有个整合，好，往下面拉，这里填入我们的一个 API 的一个 Key， 这里还填入我们的一个 Audience ID。Audience ID 的话，我们可以还是在这个 Mail， 还是可以在这个平台里面找到。我们点击这个 Audience， 选择所有联系人，选择这个。好，然后的话，我们点击这个设置。设置的话，下面有选择第一个默认。好，这里呢，你就可以看到你的一个 Audience ID 就是我们复制一下它，回到页面粘贴进来，然后点击一个保存更改。这样的话，我们这样设置好以后现在我们这个按钮的话，那它就可以发挥它的作用了。一旦有访客注册好以后的话，那我们这个邮件营销平台的话，那就可以收到它的一个邮件的一些信息。那我们来试一下，比如说我们复制一下它，我们用一个无痕的模式打开。但如果你用刚才的页面打开，可能会不成功，因为你已经用你的账号登录了。我们要用一个没有登录的一个账号进来试一下。这里比如说我随便填写一些信息。这里点击一个1、2、3，我们来试一下 ABC。点击提交。这里感谢你的订阅。这里已经订阅好了。现在我们来回到我们的一个邮件营销平台。我们选择这个订阅观众，这里有个所有联系人。你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1、2、3 ABC， 这边的话已经记录进我们的系统了。后面的话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平台来做一些邮件营销。当然的话，做邮件营销的平台有非常多。那有风也做过很多其他邮件营销平台的一些教程，那所有链接的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那你们可以打开来详细的去看一下。邮件营销的话，如果你要在国外赚钱的话，那邮件营销一定要做好。那它是一个非常好赚，它是一个赚钱的一个秘密武器。那最后的话，有风的话再给大家分享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安全插件。那因为我们做网站的话，安全也非常的重要。那我们进入我们的 WordPress 后台，我们还是点击这个插件，这里点击增加新的插件。增加插件这里的话，我们来搜索一下 WordFence 这个，我们直接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好，这里安装成功。我们启用一下。
好，这个安装呢，你已经成功安装这个。好，我们点击这个，获得我们的一个 WordFence 的一个注册码，我们点一下它。好，这个时候它会调到 WordFence 的一个官方网站。那我们选择，因为它有付费版，那前期的我们就选择这个免费版的话，对于我们博客网站来说已经足够用了。我们点击获得一个免费的一个 license。我们选择下面这个。你不要选，我们选择下面写一个，我选择这个，点一下它。这里填入你的一个邮箱，这里的话点击一个 yes， 这里点击一下注册。注册好以后的话，发送一份它会向我们的邮箱里面发送一份邮件，就是这个，我们点开它。好，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安装我们的 license， 自动安装，我们直接点一下这个。然后这里点击安装许可，直接点。这个安全插件的话，大家一定要用上，因为 WordPress 的话，它虽然说，因为 WordPress 它是全世界最大的一个平台同时的话，它可能也会有一些小小的安全问题。那我们做好一些最基础的防护，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那这里的话，我们已经安装成功。好，我们点击前往仪表盘看一下。好，关闭好。这样的话，我们的 WordFence 这个安全插件的话，已经安装到我们的一个 WordPress 网站里面了。它里面会每个星期的话，它会显示一些比如说有没有人攻击你的网站，你的网站存在什么安全问题它都会告诉你。最后的话，我们再点击这个插件，点击这个已安装的插件。后面的自动更新的话，我们一定要启用一下，全部都要启用一下。最后的话，我们还可以把我们这个缓存插件也把它启用了。启用这个缓存插件的好处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网页的一个访问速度，把它打开就可以了。好了，这个就是本期有风介绍的用 WordPress 制作网站的一个全部的教程，涉及的一些知识点和一些细节非常的多。如果你是新手小白的话，我相信如果你仔细观看完有风的教程，然后一步一步跟着有风实操的话，那今天你就可以制作出属于你自己的一个网站。如果你有任何问题的话，欢迎在下方给有风留言。有风看到的话，我们都可以一起来交流一下。本期用到的所有工具的链接，有风用到的域名主机服务器，我所有的链接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简介里面了。兄弟们，你们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有风一起来实操一下。你想1000遍你还不如做一遍。做一遍以后的话，我相信的话，你至少能掌握个60%、70%、70%、80%。